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打破常规的爱情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从大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来的高材生，如何义无反顾地放下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嫁到台湾偏乡，过上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说起小雅，我第一次见她是在4年前的一场跨海联谊活动上，那时候的她光鲜亮丽，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。名牌大学毕业，在国际咨询公司做高管，年薪破100万，是妥妥的都市精英女性。一头干练的短发，身着职场套装，眼神中透露着自信和睿智。按照大陆的说法，她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女儿，360度无死角的优秀。而阿正则是来自台湾屏东一个小乡村的农家子弟，虽然也是大学毕业，但选择回到家乡接手家里的农场。第一眼看上去，他皮肤黝黑，笑容质朴，说话带着浓浓的台湾腔，和小雅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谁能想到，就是这样看似不搭的两个人，竟然在联谊现场一见钟情。丽姐，我感觉他和其他男生不一样。小雅后来告诉我，当其他人都在炫耀自己的工作、收入的时候，只有她安静地听我说话，还会认真给出建议。而且她对土地的那份热爱，是我在城市里久了，从未感受过的纯粹。两人交往期间，小雅几次飞到台湾，去阿正的家乡看看。我还记得她回来后跟我视频，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彩。丽姐，台湾的乡下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以为会很落后，结果他们那边虽然人口不多，房子也不是高楼大厦，但是生活品质一点都不差。小雅告诉我，阿正家里经营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，而是结合了现代科技的智能农场。阿正大学学的就是农业科技，回乡后利用所学，将家里几代人经营的水果园进行了数字化改造。你是不知道他们那个小农场里装了多少高科技。小雅兴奋地说，从水肥一体化系统，到病虫害智能监测，再到收成预估模型，比我们公司的智能化程度还高。而且他们那边虽然是乡下，但基础设施一点都不差，网络信号超好，周边的医疗、教育资源也很完善。我听完大吃一惊，心想现在的台湾农村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不得不说，这颠覆了我们不少大陆人对台湾乡村的刻板印象。在交往1年多后，阿正向小雅求婚了。当小雅告诉家人她要嫁到台湾乡下时，可把她父母吓坏了。那边不是很穷吗？你一个北京姑娘受得了那种苦吗？小雅的妈妈急得直跺脚，你在这边工作多好，高薪又体面，为什么非要跑那么远？小雅爸爸更是气得不行，我们省吃俭用把你送出国留学，你现在事业刚有起色，就要放弃去种田，你是被洗脑了吗？面对家人的反对，小雅坚持自己的选择，她带着父母飞到台湾，让他们亲眼看看阿正的家乡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次台湾之行彻底改变了小雅父母的看法。我们原本以为台湾乡下就是那种特别落后的地方，小雅妈妈后来跟我说，结果一看，哎呀，简直颠覆认知。虽然人少，但那边空气好，环境美，最关键的是，他们那个农场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贫穷落后，而是非常现代化。阿正家的农场主要种植凤梨和芒果，通过有机种植和科技加持，产品不仅供应本地市场，还远销日本和韩国，利润相当可观。更让小雅父母惊讶的是，阿正家的农场不仅仅是单纯的种植基地，还发展了休闲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，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产业链。虽然不能跟女儿在大城市的收入比，但在当地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，生活品质一点都不差。小雅爸爸不得不承认，更让小雅父母感动的是阿正一家人的热情和真诚。阿正的父母虽然没什么大学问，但朴实善良，对小雅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特别是阿正的妈妈，不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刁难媳妇的婆婆，反而处处为小雅着想。我这辈子做了什么善事，能得到这样的媳妇？婆婆常常这样感慨，北京来的大城市姑娘，放着那么好的工作不做，愿意嫁到我们这种小地方，还这么能干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婚礼就在阿正家乡的果园里举行了，在满园的凤梨花和芒果树下，小雅穿着白纱，阿正穿着西装，
两人在亲友的祝福中许下了一生的承诺。婚后的生活和小雅想象中很不一样，她原本以为自己需要一段适应期，没想到很快就爱上了这种生活节奏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在公司总是加班到深夜，周末还要处理邮件，每天都绷着一根弦。小雅对我说，来这边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人可以活得这么轻松自在。早上听着鸟叫醒来，傍晚看着晚霞入睡，虽然也很忙，但完全是另一种忙法。小雅并没有因为嫁到乡下就荒废了自己的专业能力，凭借着之前在咨询公司积累的经验，她帮阿正家的农场建立了更完善的管理系统和营销渠道。她创建了农场的品牌，开发了电商平台，甚至帮助农场与国际买家建立了直接联系，大大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和知名度。我以前负责的客户大多是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，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把这些经验用在卖凤梨和芒果上。小雅笑着说，但你猜怎么着？这竟然比我之前的工作更有成就感。阿正家的农场在小雅的帮助下，逐渐从一个家庭式经营的小农场，发展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现代化农业企业。他们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，还开始尝试农业观光和农产品深加工，吸引了不少城市游客前来体验。我看到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，看到我们的产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，这种感觉真的很棒。小雅告诉我，眼睛里闪烁着满足的光芒。但是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小雅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挑战。首先是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，虽然台湾和大陆都使用中文，但台湾的闽南语和当地特有的表达方式，让小雅刚到时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比如当地人说好虾表示食物好吃，说冻饿表示天气冷，这些都让小雅一头雾水。有一次，婆婆让我去买青菜，我买了一大把小白菜回来，结果婆婆说她要的是空心菜。原来在台湾，青菜特指空心菜。小雅笑着回忆，这种小误会刚开始经常发生，好在阿正家人都很包容，耐心地教小雅当地的习惯和表达。小雅也很聪明，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语言和生活方式。其次是工作方式的不同，在大城市，小雅习惯了快节奏、高效率的工作模式，而在乡村，很多事情需要按照自然规律和人情世故来处理，这让急性子的小雅一开始很不适应。乡下做事情讲究人情味，很多时候不是靠合同和规则，而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系。小雅说，刚开始我总想用城市里的方式来处理问题，后来才发现，在乡村，有时候喝杯茶聊聊天比正式会议更有效。第三个挑战来自于她自己的心理调试，从大城市的精英白领到乡村的农场主，身份的转变让小雅一度有些失落和不安。有几次我半夜醒来，看着窗外的星空，突然会想，我的选择对吗？我是不是放弃了太多？小雅坦言，特别是看到以前的同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出差去欧美、升职加薪的消息时，我会有一丝丝的羡慕和怀疑，但这种情绪通常不会持续太久。每当小雅走进果园，看到硕果累累的景象，或者收到顾客的好评，她就会找回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。而且，小雅补充道，台湾的乡村虽然人少，但一点都不闭塞。我们这里离高速公路很近，开车到高雄市区也就1个小时。村里有图书馆、诊所、便利店，基础设施一应俱全。最关键的是网络特别好，我随时可以和大陆的朋友视频，也能在线学习最新的知识。说起台湾和大陆农村的差异，小雅的体会可不是一星半点。她告诉我，台湾偏乡虽然人口少、规模小，但基础设施建设一点都不含糊。我最惊讶的是台湾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程度。小雅说，你敢信吗？我们村子里的网速比我在北京的公寓还快，光纤直接入户，我随时可以视频会议，上传下载大文件，完全没压力。不仅是网络，台湾乡村的公共服务也十分完善，村里虽小，但有社区医疗站，有紧急情况可以先在那里得到基本处理，再转诊到大医院。而且台湾的健保系统覆盖全岛，小雅作为阿正的配偶也能享受同等的医疗福利，这让她感到非常安心。还有教育资源，小雅补充道，村里的小学虽然规模不大，但设备一点不比城市差。
每个教室都有智能黑板，孩子们从小学起就有电脑课和英语课。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，老师们特别负责任，因为班级人数少，几乎能做到因材施教。小雅告诉我，台湾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村里经常组织各种活动，从传统节日庆祝到志愿服务，再到农产品展销会，居民们积极参与，互相扶持。我刚来的时候以为会不受欢迎，结果大家对我特别热情。小雅说，隔壁阿姨知道我是大陆来的，特地教我做台湾特色小吃。村里的老爷爷听说我普通话说得好，还请我每周给他读报纸，说要了解对岸的新闻。而在农业技术方面，台湾的先进程度更是出乎小雅的意料。阿正家的农场应用了许多现代化的种植技术，比如精准灌溉系统，可以根据土壤湿度和天气预报自动调整浇水量，还有病虫害监测系统，通过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监控作物生长状况，发现异常立即报警。台湾的农业技术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产学研结合，小雅解释道，像阿正就经常和他的大学老师保持联系，定期参加农业研讨会，学习最新技术。而且台湾政府也很支持农业创新，提供各种补贴和技术指导。在小雅的影响下，阿正家的农场进一步走上了科技化和品牌化的道路。他将自己在咨询公司积累的商业知识应用到农场经营中，建立了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，优化了产供销流程，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和商标。我以前在公司做项目时，最大的痛点就是无法看到长期成果。小雅感慨道，做完一个项目交付给客户，基本上就结束了，很少能看到它真正在市场上的表现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能亲眼看着我们的点子从构思到实施，再到结出硕果，这种成就感是金钱买不到的。小雅特别提到了她在农场推行的一项创新——共享农场模式。她注意到很多城市人向往乡村生活，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全职务农，于是她想到了一个主意，将农场的一部分土地分割成小块，出租给城市居民，让他们可以周末来体验农耕乐趣，收获自己种植的有机蔬果。这个想法一推出就大受欢迎。小雅兴奋地说，我们现在有超过50个城市家庭参与这个项目，他们周末带着孩子来务农，不仅增加了我们的收入，还让孩子们有机会亲近大自然，了解食物的来源，简直是一箭双雕。这个创新项目甚至吸引了媒体的关注，一家台湾电视台来农场拍摄专题报道，小雅因此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创业达人。当时就有记者问我，你从大陆大城市来到台湾偏乡，有什么不适应的吗？小雅笑着回忆，我想了想，最大的不适应可能就是生活节奏的巨大差异。在北京，我习惯了凌晨1、2点睡觉，早上8、9点起床。来这里后，我基本上晚上9点就睡了，早上5、6点就自然醒，跟着太阳作息。刚开始真的不习惯，但现在感觉身体反而更健康了。婚后的第2年，小雅和阿正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，取名叫小桃，寓意家里的桃李满园。有了孩子后，我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小雅坚定地说，在这里，小桃可以在清新的空气中成长，每天都能吃到新鲜健康的食物，无忧无虑地和大自然亲近。这是在大城市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生活品质。小桃的到来也让婆婆和小雅的关系更加亲密。婆婆是个传统的台湾妇女，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但为人处事非常明理，对小雅一直关爱有加。我婆婆真的太好了。小雅眼含泪光地说，她从来不干涉我们小家庭的事，但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默默出现。刚生完小桃的时候，我连续1个月每天都能吃到她特地为我准备的月子餐，每一餐都变着花样，营养又好吃。婆婆更是爱孙女爱得不得了，每天变着法子给小桃做好吃的，教她说闽南语，带她认识各种植物和小动物。在小桃的成长过程中，婆婆的角色不可或缺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婆婆一直很尊重我的教育理念。小雅说，像我坚持不给小桃太多糖分，婆婆虽然一开始不理解，但还是全力配合。后来我解释了糖分对儿童健康的影响，她不但接受了，还主动学习更健康的烹饪方式。
这种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家庭氛围让小雅感到无比幸福。在大城市，我们往往追求的是表面光鲜、大房子、名牌包、高端社交圈，小雅感慨道。但来到这里后，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有质量的生活，健康的身体，和睦的家庭，充实的工作，纯净的环境，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小雅的选择。有时候，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农场生活，总会有前同事或朋友留言：“你这是何必呢？年纪轻轻就退休啦，什么时候回北京发展啊？”面对这些质疑，小雅已经学会坦然处之。我理解他们的困惑，毕竟按照主流的成功标准，我确实是走偏了。小雅笑着说，但每个人的幸福定义不同。我现在的生活虽然不那么光鲜亮丽，却是我真心想要的。不过，小雅并没有完全切断与大城市的联系。凭借着现代通讯技术，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专业能力，偶尔会接一些线上咨询的项目，利用晚上的时间完成。这不仅让她保持了职业敏感度，也增加了家庭的收入来源。我现在算是拥有了2个世界的优势，小雅自豪地说。有城市精英的专业知识和思维方式，又有乡村生活的淳朴与安宁，这种平衡感让我觉得特别满足。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，阿正和小雅开始考虑更长远的发展。他们计划将农场打造成一个集生产、教育、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园区。我们的愿景是不仅卖产品，更要传播理念。小雅解释道。我们想让更多人了解科技农业、可持续发展和健康生活方式，这不仅是生意，更是一种使命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小雅开始在农场内部打造教育区域，准备开设农业科普课程，面向学校和家庭。同时，她还在筹备一个小型加工厂，计划将农场的水果加工成果酱、果干等产品，延长产业链，提高附加值。我发现，在台湾做农业和在大陆有很大不同。小雅分析道，台湾市场小，但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特别高，愿意为优质产品付更多钱。而且，台湾的农业政策更倾向于支持小农和家庭农场，各种补贴和技术支持非常到位。小雅特别提到了台湾农村的青农返乡现象，即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到乡村发展现代农业。这些年轻农民带回了新思维和新技术，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活力。我和阿正就认识了好几对和我们类似的夫妻。小雅说，有的是台北的科技公司高管回乡创业，有的是留学归来的博士选择务农。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经验，互相学习，形成了一个很棒的社群。这些新一代农民的共同特点是重视科技应用，注重品牌建设，关注可持续发展。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，而是集农业生产者、创业者和生活方式倡导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农民，还是一个挺成功的农民。小雅自嘲道，以前在公司做项目，我的目标是帮客户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润率，现在我的成就是培育出比市场上甜度高2度的凤梨，看似平凡，但成就感一点都不少。婚后的第3年，小雅和阿正的农场迎来了一个重大突破，他们培育的一种新品种凤梨在台湾农业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，这让他们的品牌一夜之间声名鹊起，订单如潮水般涌来，甚至有日本和新加坡的买家主动联系，希望能够长期合作。那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，但特别充实。小雅回忆道，我负责和海外客户沟通，阿正负责生产质量控制，婆婆和公公帮忙照顾小桃，全家齐心协力，终于挺过了那段最忙的日子。随着事业的成功，小雅和阿正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。他们翻修了老房子，添置了新家具，还换了一辆更大的车，方便运送货物和带小桃出行。虽然依然住在乡村，但生活品质丝毫不逊于城市。我现在的生活状态，用台湾流行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小确幸。小雅微笑着说，不需要大富大贵，但每天都有小小的幸福感。早上在自家花园摘一朵刚开的花，午后喝一杯自己种的水果做的果汁，傍晚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餐，这些简单的事情就能让我感到无比满足。小雅的转变也影响了她在大陆的家人。
起初强烈反对她嫁到台湾乡下的父母，在看到女儿幸福的生活后，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我爸妈现在每年都会来台湾住上1-2个月。小雅笑着说，特别是冬天，北京雾霾严重的时候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飞过来避霾。我爸还跟阿正学起了种植技术，说退休后也要在北京郊区买块地，过这种田园生活。我问小雅是否有什么时候会怀念大城市的生活，她想了想，坦率地回答，当然有，尤其是文化娱乐方面。乡下确实没有城市那么多展览、音乐会、新开的餐厅可以去，但现在交通这么方便，我们1个月也会抽时间去一次高雄或台北，集中满足这方面的需求。所以说，这点小小的遗憾完全被其他方面的收获平衡了。如今，小雅和阿正的故事在当地已经成了一段佳话，不少媒体都来采访过他们，称他们为跨海农创典范。更让小雅感到骄傲的是，他们的成功鼓舞了更多年轻人投身现代农业，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去年有个台湾大学的女生来我们农场实习，临走时告诉我，姐姐，你的故事让我明白，回乡务农不是没出息，而是另一种成功。小雅眼含泪光地说，听到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当初的选择一切都值得了。展望未来，小雅和阿正还有很多计划，他们正在考虑开发农业体验旅游项目，让更多城市人能够短期住在农场，体验田园生活。还计划成立一个小型基金会，帮助更多有志于发展现代农业的年轻人。我们的梦想是把这个小农场发展成一个示范点，证明科技、环保和盈利是可以共存的。小雅认真地说，也许我们的规模永远不会很大，但我们希望能在质量和影响力上做到最好。作为一个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无数对情侣的相遇、相知和相守，但小雅和阿正的故事仍然让我深受触动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最美的样子不是门当户对的匹配，不是2个人有多么相似的背景，而是能够欣赏彼此的不同，并愿意为对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小雅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因为她找到了真正的爱情，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方式。正如她所说，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有时候放弃一些东西是为了获得更重要的东西。而阿正的妈妈那句我这辈子做了什么善事能得到这样的媳妇，或许是对这段跨海姻缘最好的注解。看着小雅从大城市精英到乡村创业者的蜕变，我不禁想起一句古话，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但小雅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，人在哪里都能绽放出耀眼的光彩。各位听众，这就是今天的故事。如果你也正在为情感或人生选择而迷茫，希望小雅的经历能给你一些启发。爱情和幸福没有标准答案，只要跟随自己的心，勇敢做出选择，就有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美好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